这个世界一贯如此，生从不讲道理，没有谁的出生能够经过自己的同意。死从不讲道理，即便看到了死亡到来的征兆，也无人可以违抗。时从不讲道理，每个人被平等地剥夺着时间，却取不回哪怕一秒。空从不讲道理，空空之执政拦下了进发的双子旅者，无情地拆散了他们。纳贝，哦不，做出这种事的应该是莱茵多特女士吧？请你不要在别人的空间内创造这些奇怪的造物了。果然，此地所有的生命都会沾染空之执政的气息，变得不稳定。现象已观测，这种毫无延展性的实验，我不可能再做了。我的全能落在你手上，好像彻底沦为满足你兴趣的玩物了呢。虽然我已经被你融合，失去了立场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在你耳边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哦。亲爱的莱茵多特，我尊重你，纳贝小姐。你的唠叨的确是世间罕有能令我动摇之物。还有伊斯塔路，你又为何要赋予他们历史？毕竟阿斯莫代明显不在这里啊，那些徒劳无用的时间，总要想些办法来打发。伊斯塔路，下次可以早点提出你的判断。的确，这里也找不到他。阿斯莫代究竟去了哪里？好了，我准备宣告这个空间的死亡了。这样定期会议的参与者，也并不是一定要凑齐4位才行吧？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找到阿斯莫代。自从天理投下我们这些影子以来，不来参会这种事情还闻所未闻。如果他只是叛变了呢？岂不是找到他也无济于事？十分新奇的论点。至少不是被吞掉了。只是叛变了，不要讲的好像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。我们是影子，是天理自身的投射。要叛变的话，除非他爱那位新的主人胜过爱自己。若纳瓦，你没察觉到有人在看你吗？谁？这里也能感知到的视线。我记得这个眼神，那时我正准备降下不死诅咒。
这么说来，她也算是我的故交。如今为至东女皇做事，应该能够帮她放下一些执念。冰之魔神吗？明明只有那种级别的全能，却正在妄图直视天理。天理仍未苏醒，如果是我也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。亲爱的莱茵多特，你知道我是不会容许你有这样的想法的。我只是在做出假设，纳贝小姐。即便目前无法收到任何指令，也是时候进行干预了。当然，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。被神明注视，一直会被视为一种恩惠。这也是神之眼的由来与意义。人们一向渴求神明的注视，然而反之，有人说人类直视神明会引来神明的愤怒，招致责罚。那又如何？无非是生灵涂炭，家国覆灭，无所谓。对我而言，早已不是第一次。如今，直视神明的代价，我已知晓。那么，杀死神明的代价是什么呢？神明沉默不语。他似乎从未思考过这一个问题。女皇告知所有不敢抬头看向天空的人们：看吧，这就是神的局限性。视察结束了，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。注意提防那些双月之子筹划的动乱。遵照苍星圣敕，必须在诺德卡莱境内想办法回收少女。